这部漫画因为太穷，差点被作者放弃，最后居然是靠着汉化组大佬打钱救济才活了下来。作者为了回报，让漫画里的神讲的中文。静雯的舅舅被卡车撞飞成了植物人，昏迷了整整17年后苏醒，居然说自己穿越到了异世界，还要给他看自己在异世界生存过的证据，然后对着桌边的水杯胡言乱语。静雯只觉得舅舅脑子不正常，他们家因为当场争吵舅舅的归属问题，早就四分五裂了。他现在也经济困难，于是打算放弃，让舅舅自力更生，却没想到下一秒，桌子上的水杯凭空漂浮了起来。静雯当场惊掉下巴，见舅舅居然还能点火，于是马上收回前言，当作无事发生。舅舅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现在的主机战争怎么样了，世嘉赢了吗？静雯一脸为难，世嘉早就退出业界了，如今的主机被索尼和任天堂平分。听到这个消息，舅舅如遭雷击，痛苦到给自己使用记忆消除的魔法。舅舅把自己的小本本递给静雯，上面记载了自己在异世界的痛苦经历。静雯只看了一眼，当场崩溃到涕泗横流，请求舅舅马上消除掉自己的记忆。没想到世嘉的事对舅舅居然是这种痛苦。1周之后，舅舅出院了，静雯脑袋一转，决定要用舅舅的能力赚钱养家，于是将舅舅使用魔法的视频上传到油管，赚了不少广告费，把舅舅接到了自己合租的家。昏迷了17年，舅舅和飞速发展的社会完全脱节，合租招募同伴一起生活吗？静雯好奇舅舅在异世界的同伴，但舅舅说自己没有同伴，异世界的人长得都非常好，容貌又端正，他因为长得太丑了，刚穿越的第一天就被当成兽人狩猎。不仅如此，还遇到了那种特别具有攻击性的人，每天都要追着他故意找茬，不管做什么都要否定他，人格痛骂他。一听到这个，舅舅的难受的眉头紧锁。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是，明明是自己从魔物手中救下了他，对方不仅完全不领情，还说什么没人求着你来救我，才不是因为你才出手的，和你这样的兽人在一起不吐的就只有我了，总是说一些挖苦嘲讽的话。后来这就把人甩掉逃走了。听了半天的静雯终于反应过来，什么特别有攻击性，这不就是傲娇吗？总而言之，从异世界归来的舅舅开始了对网络这个新异世界的征程，而且对网络用语和黑子完全没有抵抗力。舅舅对触摸屏完全不懂，看上了网上拍卖的螺旋按键2级手机，没办法，技术在不断革新。说起这个，舅舅想起了自己在异世界也做过一次革新，他在一个饱受旱灾的村子里做了一个自动产水的壶，解说太麻烦，舅舅直接把脑子里的记忆投影播放，他利用符咒和现代科学完成了这一项壮举，结果因为触犯了宗教禁忌，被村民当作异端吊起来要处刑。那个时候傲娇妹子冲上来想救他，他马上砍断绳子扭头就跑，没看到妹子正脸，静雯气得捶桌。舅舅以为是第一视角不方便，于是转动屏幕转换视角，只能说舅舅怪不得会被当成兽人。被丢下的傲娇妹子气得握拳，扭头看到正脸，静雯惊呆了，这是哪里来的超级美女？舅舅为什么这么直男？电脑上突然响起了拍卖提示，手机的拍卖截止时间不到1分钟。舅舅着急的想要投标，静雯急忙问他有没有查运费，然而已经来不及了。舅舅手一滑，拍卖成功，手机1500，运费2000，除非面交才能免除运费。舅舅失落不已，打开阳台当场跳楼。静雯吓坏了，冲出去才发现舅舅直接用魔法飞出超音速，30分钟后手机成功取回。就这样，舅舅学会了免运费的成交能力。静雯跟着舅舅耍刀开箱，接到一看，我去，屠龙刀！没错，舅舅还会使用收纳魔法，他从异世界带回了很多东西，什么圣剑、戒指。然而异世界的宝物现在无法衡量，价值连城的戒指拿去当铺只值50日元。说起戒指，静雯开始八卦起舅舅的恋爱话题，说起自己的初恋，舅舅满是怀念，当然全都是游戏里的角色。静雯问起异世界的女孩子，舅舅再次给她投屏看戏。他从怪物手中救出了一对姐弟，但姐姐和2个弟弟看到他的样子之后瞬间变脸。姐姐笑着和弟弟们告别，视死如归的将手交到他的手里，他就从这怪物手里救下了女孩。不过之后就被哥布林偷袭掉下了悬崖。看着画面里2个弟弟面色阴险的偷偷绕后，静雯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舅舅掉下悬崖的生死关头，幸好被之前的傲娇美女救了，还要他一生做牛做马补偿。为了还人情，舅舅拿出了珍贵的戒指，单膝跪地送给美女。傲娇美女惊慌失措，却并没有拒绝。屏幕外的静雯已经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舅舅居然在不以为然的做这种事。即使在异世界送人戒指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吧？而且看美女的表情，不会真的当真了吧？但他没想到舅舅完全是凭实力单身的，他并没有把戒指送出去，而是拿去卖了一大笔钱送给了美女。美女眼中的高光渐渐消失，舅舅得出结论，戒指在异世界还是挺有用的，不过现在没什么用就对了。舅舅让静雯把刀放回胸口的储物空间，于是2人现场表演了一把胸口插刀。舅舅获得新的灵感，新片获得200万播放。舅舅对已经退出市场的世嘉有谜一样的执念，甚至在网上买了世嘉土星软件独家竞争的结果书，这可是世嘉土星的历史终章啊！最后荣登第1名的是美少女游戏。看到这个结果，舅舅总有一种平时硬派作风的男同学最终拜倒在女孩裙下的寂寥感。舅舅沉默的起身，飞到倾盆大雨的窗外，在闪电雷鸣之中声嘶力竭的大喊：第1名应该是守护英雄才对吧？他最喜欢的游戏居然排到了197名，排名第2的是世
世界原创的 RPG 游戏，舅舅想起自己在异世界也有类似 RPG 的展开，于是开启了投屏观看。刚到村子时，日常被当作半兽人喊打喊杀，舅舅赶紧快进。第一场战斗打下来，村长这才搓着手开始发布任务。在村子西方的岩之祠堂里，传说中的魔岩龙复活了。能打败魔岩龙的武器，只有村子里冰之一族代代相传的冻神剑，但这一族的墨役非常的难搞，如果不能溶解冰之美少女内心的坚冰，冻神剑的封印就无法解除。美少女发布任务，要某个山顶的某朵花，舅舅二话不说转头就走，直接去岩之祠堂费了大劲打败魔岩龙。静雯惊呆了，你倒是去给美少女采花啊！舅舅一个劲儿的摇头，他是真的记不住这些东西。最后魔岩龙打败了，美少女继续躺着，村长看上去也非常开心。正说着，快递到了，为了给舅舅惊喜，静雯偷偷的在网上买了世嘉全套游戏机，舅舅开心的成了一朵风干的菊花。马上就要过年了，外出采购的时候，舅舅买了漫画，结果被告知连载时间最长的乌龙派出所已经完结了，顿时大受震撼。业界的跨年是为了过冬而举行，祭祀神明过冬。这一天，领主会请客设宴，大家都很兴奋，除了被排除在外的舅舅，他实在高兴不起来，一个人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回旅馆休息了。静雯非常失望，傲娇美少女也没跟上来，他们还是去玩会游戏吧。结果玩着玩着，舅舅突然提起那个冰之美少女来到了他的房间，气得静雯大喊：“你倒是一次性说完呢！”冰之美少女提着剑找到了舅舅，表示自己想变得和孤身屠龙的他一样强大，如何才能改变没用的自己呢？舅舅淡定的反问：“这个没用是谁来决定的？不需要理会别人的说法，人只要遵循自己的想法活着就好，而能将其贯彻到底的力量就是强大。”美女醍醐灌顶，恍然大悟，静雯欣慰不已。舅舅或许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实现了与异世界同伴之间的内心交流的。结果就听见舅舅问美少女，她平时都是怎么活的？美少女说窝在家里，封闭内心的活着。舅舅表示这样就够了，于是美少女彻底成了一个坏掉的家里蹲，冻神剑也没送出去。静雯沉默的给舅舅煮了荞麦面，打游戏，上网。新的一年就这么过去了。眼镜娘腾公走在路上，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大叔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刚想加快脚步离开，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居然是自己的幼熏染静雯。他们已经好久不见了，于是静雯邀请他去自己家做客。腾公害羞的表示自己先把东西送回家再去。到静雯家的时候，静雯正好去买东西不在，于是腾公就自己先进去了。结果正好遇上从阳台飞回来的舅舅，吓得舅舅念叨着异世界语扑上去，就要消除腾公的记忆，把人小姑娘吓得不轻。还好静雯回来的及时，阻止了舅舅。得知腾公是静雯的朋友后，舅舅态度180度转变，赶紧吐下做心理，误会总算是解除了。腾公对这个神经质的舅舅非常不满，但静雯却非常开心的给他介绍自己的舅舅可是会魔法的哦。腾公不信，让舅舅当场表演。舅舅表示自己一个油管100万播放的博主，免费是不可能免费的，被严厉警告不许把静雯带偏后，舅舅得出结论：原来你喜欢静雯呐！腾公脸色通红，欲盖弥彰。静雯一口咬定只是朋友。舅舅表示成年人的恋爱他可是清楚的很，毕竟他在初中的时候可是把 EVA 全集看完了。静雯突然大感不妙，那舅舅岂不是知道明日香？那不得察觉到傲娇的概念？异世界的傲娇精灵要怎么办？没想到舅舅语出惊人，其实明日香喜欢的人是加特。众人沉默，腾公让他不要用动画恋爱观胡言乱语，于是舅舅讲起了游戏里被改造后杀死爱人的女孩。腾公被成功感动，静雯赶紧提醒他那只是个游戏。腾公拍案而起，舅舅瞬间移动到他面前，展开读心术，揭露了人家特地洗澡换衣服来见心上人的小秘密。腾公大受震撼，你到底是什么人？只是一个从异世界归来的大叔而已。于是了解到舅舅真相的人又增加了一个。如果家里有这2个美少女，你会几点回家？昏迷了17年的舅舅突然从异世界归来，居然还带回了异世界的魔法，于是转行用魔法在油管当起了油管主。但没想到在不久之后，油管官方就出通告，断绝了多数小油管主的广告收益，舅舅的频道也不例外。如果他不能在今天之内达到4000小时播放和1000订阅，就会被取消收入。明明4000小时的播放很容易就超过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订阅人数却只有800。直到静雯看到了舅舅给粉丝的回复，粉丝夸奖他的CG 做得很厉害，他回复人家不是 CG 是魔法，每次都用这种垃圾回复，粉丝当然全都跑光了。舅舅身为魔法师的尊严遭受了重大打击。总之，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简直堪比封印都市的防御被迫，上千头传输级魔兽袭击城市的那次危机。不说还好，一说彻底勾起了静雯的好奇。于是两人又开始了投屏看戏模式。异世界的封印都市上空覆盖着一层结界，舅舅的那里再次遇到了那个傲娇精灵，因为长得太丑，又差点被当成兽人。这座都市的西方是野兽出没的大地，这个结界是为了封印那些神话级的魔兽而展开的，牢不可破。傲娇精灵
这边刚说完，就见舅舅掏出2把剑，把结界轰得稀碎。那一天，人们想起了被巨人支配的恐慌，无数的巨人聚集在高墙外聚集，看来他们也非常渴望被强的世界。结界被破，数千头魔术袭击都市，一定会出现很多的牺牲者。傲娇精灵掏出圣剑，气势全开，紧接着展开法阵，义无反顾地冲向巨人，然后一头撞在了结界上。没错，舅舅刚才把结界修好了。巨人一看，这还玩个锤子，各回各家，各找个妈去。危机就这样解除了。但是大家都很疑惑，结界到底怎么会被破开？难道有魔物在暗中搞破坏？于是众人的视线齐齐锁定了丑得像兽人的舅舅。傲娇精灵从天而降，一如既往的貌美如花，佩戴的传说护甲掉在地上，但他却一点都不心疼，毕竟都是老古董了，坏了旧了也正常。大家一想也对，这不和结界一样吗？好几百年没维护过，出点问题也正常。于是也都不再关注舅舅。精灵不仅没有拆穿结界是他破坏的，甚至还主动给他解围。舅舅很疑惑，精灵甜甜一笑，让舅舅今晚请他吃饭。对此，舅舅的做法是连夜逃跑了。他就知道精灵以后绝对会以此要挟，不断的敲诈他。静雯傻眼了，舅舅到底是有多不信任别人呢？舅舅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评论区说明情况，拜托观众。静雯大呼不妙，舅舅这样做只会被互联网的喷子们冲得连渣都不剩的。完了，舅舅已经彻底完了。却没想到在评论发出去之后，很多观众纷纷前来帮忙，订阅人数很快到达了1000人。静雯大受震撼，一直以来他都只关注着恶魔，没想到充满善意、互相帮助的互联网也是存在的。腾公前来拜访，看到哈哈大笑的舅舅和捂脸的静雯，一时之间感到迷茫。腾公非常不满没有工作的舅舅肯外甥这种行为。舅舅赖在静雯的家里，他还怎么和暗恋对象过2人世界？看出了腾公的小心思，舅舅高兴的提让腾公也住进来。静雯却像完全不开窍一样，扭头去超市抢特卖了。明明被腾公这样的美女喜欢，静雯却只把对方当成普通朋友。舅舅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难道是因为过去发生了什么？但腾公对恋爱经验只有游戏的舅舅显然没什么好谈的，舅舅大受打击，推门走了。腾公有些愧疚，想着去和舅舅道歉，结果推门一看，门外突然出现一个超级漂亮的精灵美少女，对方居然自称是静雯的舅妈。没错，这个傲娇精灵就是舅舅变的，抠脚大叔变身精灵美女，居然只为了和外甥的女朋友聊八卦。于是静雯回到家就看到了2个美女贴贴的场景，即使美女再三强调自己是舅妈，但静雯还是机智地发现了舅舅的真面目，顿时大受震撼。有这变脸的技能，在异世界为什么不用？用了也不至于被人当成兽人追杀呀。但舅舅也有着自己的理由，身体变了，心理也一定会随之改变，那怎么保持自己身心统一认知的风险呢？如果不是重大的事，他是绝对不会用这个魔法的。没错，重大的事就是和别人聊八卦。静雯商业头脑运转的飞快，不管怎么样，先闯到油管上再说。舅妈不同意，静雯就忽悠他拍世家游戏实况，上传发布之后，舅妈信心满满，但静雯不让他看，推着舅妈继续聊八卦。于是舅舅摁着静雯的脑袋，放出了腾公和静雯第一次相遇的回忆。至今还不相信魔法的腾公坚信这是用翻盖手机放出来的全息投影，画面出现了2人所在的小学，一个看上去就很讨人嫌的小孩正在疯狂殴打静雯，而这个流鼻涕的小屁孩居然就是腾公。腾公的心灵遭受了重创，他以前居然是这样的，说好的酸酸甜甜的初恋呢？舅妈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静雯只把腾公当朋友了。看着画面里狰狞的自己，腾公羞得满脸通红，真亏的静雯居然能把他认出来。静雯一脸豪爽，因为腾公就是腾公啊，搞得腾公心里五味杂陈。舅妈看到了刚才上传的视频，说好了是游戏实况，但画面只拍到了漂亮姐姐，完全没有游戏的画面。这种视频谁看呢？再仔细一看，我去，20万的播放！静雯振臂高呼：谁要在网上看垃圾大叔啊？现在可是美少女的皮套时代。再一看评论，果然都是一水的可爱，没有一个人关注游戏。舅妈深受打击，美少女脸尾回了大叔。找到财富密码的静雯仰天大笑，尊严被毁的舅舅一蹶不振。目睹了如此灵异的场景，腾公他吓傻了。腾公因为小时候实在太可怕了，班里欺负过静雯的小屁孩都被他狠狠教训过，所以静雯从小就非常喜欢腾公的彪悍。为了挽回自己在暗恋对象心里的形象，腾公赶紧掏出初中时候和静雯的双人照，那时候就已经是个正经女孩子了。舅舅开心的用自己的手机拍照留念，腾公不解，要照片的话还可以用邮件给舅舅传过去的。舅舅向腾公展示了一下自己的翻盖老古董，这手机是没有邮件和接打电话功能的。至于平时怎么和静雯联系，舅舅正考虑用旗帜和狼烟，这是什么中世纪的联系方式？腾公喝了一口咖啡，居然意外的好喝。静雯从舅舅那里收到了1万块现金作为生日礼物，于是就去买了咖啡机和咖啡豆。手磨咖啡果然和速溶的不一样，生日礼物居然直接送钱，毕竟舅舅完全不懂现在年轻人想要什么。一说起生日礼物，腾公红着脸将自己的泳装照发给静雯，害羞的期待着静雯的反应。结果静雯脸色凝重的盯了半天，
当场选择了删除。要是被发现手机里有这东西，他会当场社死的。舅舅大受震撼，这种程度就会被抓然后死吗？也太恐怖了。正好今天咖啡豆特价，静雯开心的跑去超市抢购，没想到腾公豁出去的泳装照在吸引力上输给了特卖。腾公受不了这种打击，一拍桌子，坚定的认为肯定是初中的自己没有吸引力，结果不小心拍洒了舅舅的咖啡。为了防止腾公被烫伤，舅舅眼疾手快，一发冰魔法下去，把咖啡和腾公一起冻住了。烫伤是没烫伤，但他马上就要冻死了。用魔法给腾公解冻后，舅舅让他赶紧洗个热水澡，给腾公准备好静雯的衣服，舅舅就出门回避了。腾公从浴室出来，换上静雯的衬衫，心里想着静雯如果看到自己的裸体，对他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呢？腾公在换衣服，静雯突然拉开了浴室的帘子，一下就把只穿了件衬衫的腾公看了个精光。腾公吓得惊叫一声，蹲在地上。静雯马上红着脸关上了门。腾公害羞了一会儿，脑瓜一转，突然想起舅舅不在，而且静雯居然害羞了，他心里果然有我，于是果断出击。静雯躲在房间里向腾公道歉，被朋友用这种眼光看一定不舒服吧？腾公红着脸坐在静雯身边，说没有这回事，他其实很高兴。听到这话，静雯突然流下了欣慰的泪水。腾公果然很温柔呢，放心吧，他会负起责任的。美少女红着脸穿着你的衣服坐在你的床上，而下一秒静雯居然叫来了自己的舅舅。随着一声巨响，舅舅拔刀魔法全开，冲进屋内，联络用的旗帜给出了危险的信号。静雯发生了什么事？静雯一脸安详地走到舅舅面前，她不小心看到了朋友换衣服的场景，想请舅舅清除掉这份记忆。好家伙，你就是这么负责的！眼看静雯真的要被清除记忆，腾公吓得赶紧扑上去阻止。他都说了自己很开心，这人怎么就不开窍呢？要不再给你看一遍？静雯感动不已，腾公果然是个珍惜友情的好人，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为他着想。能够遇见腾公这样的朋友实在是太好了。虽然暗恋的人是个铁直男，但腾公依旧没有放弃。他今天就满20，是个成年人了，于是跑来找静雯喝酒。腾公的生日却没准备什么礼物，于是舅舅送了他一句座右铭：危机即转机。当感觉自己不行的时候，稍微改变一下努力的方向，说不定就会发生大逆转。所以无论身处何种陷阱，无论多么不堪，都要努力抗争到最后一刻。不愧是从异世界归来的舅舅嘴里说出的话，这么富有人生哲理。只是舅舅刚20岁喝酒的时候，静雯和腾公都惊呆了。什么？舅舅才20岁？这张脸长得也太显老了吧？那天晚上，傲娇精灵正好也在。听静雯说精灵是舅舅的跟踪狂，腾公不可置信，真的没说反吗？精灵过来是兴师问罪的，明明封印都市的结界都修好了，他跑什么跑？舅舅试图用美食贿赂精灵，帮他保守秘密。精灵很疑惑，舅舅为什么会这么强？3年前他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舅舅从天而降，秒杀毒魔龙救了他。那时候的舅舅既没有明显的战斗经验，装备情报的什么都没有，居然敢就去挑战毒魔龙，是不想要命了吗？舅舅轻飘飘一句，当时只想着救你了，堵回了精灵的怒火。一听舅舅居然还打败了魔炎龙，精灵惊呆了。什么？他拿到动神剑被冰之一族承认了吗？舅舅说他不用剑都打败了魔炎龙。精灵不信，魔炎龙可是全身覆盖着魔炎鳞片，除了冻结界封印术根本没有其他方式。舅舅得意一笑，以火攻火也是可以的。以为精灵不信，舅舅掏出了讨伐魔炎龙的战利品，一瓶封印魔炎的瓶子。精灵打不过他，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想着赢。危机即转机，无论什么时候永不言弃才是最重要的。紧接着舅舅居然邀请精灵去他房间里坐坐，精灵傲娇拒绝，没想到舅舅一把将精灵搂进怀里，居然就这么被强行带走了，甚至什么连多亏有你在身边的情话都说出来了。静雯惊呆了，舅舅喝醉之后居然是肉食系的吗？精灵半推半就的就和舅舅来到了房间门口，原来他一直是支撑着舅舅内心的重要之人，而就在他终于放下傲娇，表示今后也会一直支撑他的时候，舅舅却说到这里就够了，然后一把把精灵关到了门外。哎呀，喝醉了走路好辛苦的，多亏精灵支撑他回来。静雯和腾公满身黑线，他们到底在期待什么？第二天一早，精灵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但仔细看就发现了精灵的眼角有哭过的痕迹。腾公感同身受，当场灌了一大口酒。你们一家子都是震惊做的吧？值得令人发指。然后给舅舅猛灌一口酒，舅舅当场醉到神志不清。一听腾公要回家，当场用风魔法将3人送上了天。舅舅这个人酒品差到爆。再说异世界，舅舅和精灵去了迷宫，结果精灵中了某种春天的药，舅舅还以为精灵中了毒，又是吸血又是揉肚子。精灵脸色潮红的抱起舅舅的脑袋，一脚膝踢下去，舅舅当场失去意识。之后精灵将能屏蔽记忆的头饰戴在了舅舅头上，在等他恢复清醒的时候，精灵的毒就已经解了。精灵果然小气，连解毒的方法都不告诉他。腾公拍着舅舅，那种毒药他也想给静雯来一份。舅舅在异世界差点被暗杀了。那天因为他攻略地下迷宫，身心疲惫，走在小树林里，突然冒出一个背着巨大武器的黑衣人。神秘人掏出一把巨大的冰镰刀，可怕的寒气瞬间冻住了舅舅的脚。紧接着二话不说朝着舅舅冲来，但舅舅并没有还手，而是任由神秘人将他摁倒在地。而这个神秘人正是舅舅之前遇到的冰之美少女梅贝露。梅贝露盯着舅舅看了好久，突然一脸崩坏的朝着舅舅大喊：多亏你没用动神剑封印魔炎龙，而是把他打倒了，让代代守护动神剑的他从那无聊的
义务中解放了。舅舅高兴的欢呼，是吗？那真的是太好了！因为舅舅的出现，梅贝露的人生出现了 bug， 但明显舅舅不懂得反讽。梅贝露问他为什么不拔出武器，舅舅表示自己并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杀意，倒是梅贝露脸色不好，有好好吃饭吗？听到这里，梅贝露委屈的放下了武器，哭着晕倒在舅舅怀里。舅舅和拎猪一样把人拽回了旅馆。等对方醒了之后，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是在老家做家里蹲吗？原来梅贝露回去之后就发现自己家被当做柴火砍了，因为魔岩龙被打倒，他也就没用了。村长让他以后自食其力，要不就和狗一样被村子饲养。他不愿意干活，于是用动神剑把村里的人搅动住，往他们脖子上滴水，然后逃走了。没错，他就是这么讨厌工作。舅舅深有同感，在原本的世界里，让他朝九晚五的工作之后，再和同志们去喝酒，这种劳动实在太可怕了。不过现在到了异世界，他正作为冒险者生活着也不错。梅贝露也是，如果不想工作的话，就考虑用动神剑活下去。不管别人怎么想，这都是你自己的人生，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就行。能将其贯彻的力量就成为强大。梅贝露豁然开朗，决定开始寻找解除封印的方法。冰冻封印和他的心是相连的，如果他想要成为冒险者生存下去，就得改掉自己阴沉的性格。但舅舅觉得梅贝露的性格很好，眼睛也非常漂亮，夸得他小脸通红。这时梅贝露发现自己的无名指上多了一个闪闪发亮的戒指，是舅舅在他睡着的时候给他戴上去的，价值足够养他一辈子了，也算是对抢走他饭碗的补偿。梅贝露人都傻了，赶紧摘下戒指还给舅舅。自己虽然尊敬舅舅，但并不是那种感情。然而动神剑在一旁哗啦啦的发洪水，心灵的坚冰一瞬间就融化了。舅舅又把戒指塞给了他，搞得美少女手足无措。舅舅坏笑着朝梅贝露靠近，甚至邀请她和自己一起睡觉。纯情少女哪儿见过这个场面，红着脸请求舅舅借她去洗澡的钱。她已经很久没有洗澡了，结果舅舅居然直接扑上去闻她臭不臭，要什么洗澡钱？把戒指卖了不就什么都有了？梅贝露愣住了，卖了什么？原来舅舅给她戒指根本不是要和她求婚，而是让她卖了换钱。心灵的坚冰移动3尺高，梅贝露的杀意冲破天际。精灵被吵闹声吵醒，结果推开门是不堪入目的画面，舅舅正把一个美少女摁倒在地，变态的喘息着。精灵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一看梅贝露手上还戴着戒指，精灵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当场掏出大宝剑，斩断了束缚动神剑的枷锁。梅贝露猛地抱起，将舅舅冻在了冰块里，两个女人就这样达成了奇妙的友谊。而她被一直冻到了第2天早上，舅舅生气地向静雯和藤宫吐槽，难道他们不过分吗？两人一头黑线，舅舅确实挺过分的。舅舅问静雯，最近买的很火的游戏的北美版是什么意思？那是区域代码，同一款游戏要根据贩卖地区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游戏语言。不过好在现在有翻译软件。舅舅的投屏还在放着，藤宫突然听到梅贝露提起了日本，他是怎么知道日本的？将视频倒回重播。在舅舅被冻住后，精灵害怕梅贝露因为被兽人强制戴上戒指而自暴自弃，进行着安慰，但梅贝露却看着戒指笑了，明显他并不在意，可能是因为异世界的血吧。原来舅舅和他们冰之一族的祖先一样，都是来自日本的转移者。冰之一族的起源是400多年前来自日本的武士，在日本的战争中死去，又在这个世界被赋予了全新的肉体。之后他受到了神明大人的启示，为了让转移者在这个世界存活下去，神明决定赐予他一股力量，而武士则要了一把能将神明杀掉的刀。静雯兴奋的满脸通红，这就是异世界转生的固定套路啊！神明觉得这个人居然敢祈求弑神之力，真是有趣。然而没等他把故事讲完，精灵打断了他，并将高潮全部剧透。之后武士从神那里拿到了动神剑，从智慧祠堂学习语言和知识，又和部落里的巫女相爱，然后解开封印讨伐魔岩龙，然后子子孙孙继承这把剑。这故事他早在家乡书看过了。他更关心的是梅贝露对舅舅的感情。梅贝露委屈的哭了出来，他也就对讲故事有点自信，还努力练习了好久，居然就这样被剧透光了。精灵赶紧把人搂进怀里安慰，但舅舅却破了大方，来自神明的奖励他怎么没有收到？连神明的话什么的也没听到。于是舅舅将记忆倒回18年前，看看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一边拖动进度条，一边念叨着什么凌迟处刑，而且翻到的记忆全都是被抓之后的各种处刑，真亏得他能活着回来。终于翻到了17岁的记忆，舅舅的肉体在异世界再造。说实话，舅舅这个时候不长得还可以吗？舅舅，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呀？舅舅。之后他就被当成兽人暴打，因为语言不通，以为是勒索，就把钱交了出去，结果被人当成攻击符咒打得更狠了。而就在这时，神的声音响起了，而神居然说的是中文。静雯和藤宫都傻眼了，这神是不是把语言系统搞混了？而且这浓浓的翻译腔怎么这么像移动客服啊？舅舅想起来了，在他挨打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了听不懂的碎碎念。静雯用翻译器翻译得知是神明要赐予他力量，顿时兴奋地问舅舅，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觉醒，获得魔法力量，开启无双时刻的？而那个时候舅舅想的是，只要语言相通就能互相理解了。于是他得到了神明赐予的奖励翻译。而在听懂了异世界的话之后，他被当成了稀有兽人，以3枚铜币的价格卖到了展览馆。舅舅实在是惨得一言难尽啊！
刚到异世界的舅舅被当成兽人打个半死，卖了3枚铜币，而一把椰棕刷都比他值钱10倍。看到这里，舅舅和静雯突然流下了鼻血。舅舅掏出了自己写满痛苦回忆的小本本。静雯在第1集的时候看了里面的内容，和舅舅一起被魔法消除了记忆。而这个小本本上第1页的内容，就是他比被椰棕刷还要便宜的价格卖了。这是舅舅学会遗忘魔法后第一个消除的痛苦记忆，但这种记忆只要再看1遍就会恢复，然后就会因为副作用流鼻血。舅舅最后还是被3枚铜币卖了，然后被关进了展览店的地下监牢里，并被店主彻底遗忘。要不是在第3天喝到了雨水，早就死了。他的牢房里透进来一束月光，为了不让自己发疯，舅舅每天都对着月光说话，但就他这精神状态，说没疯估计都没人信。终于在这种状态下，他出现了幻听，居然听到了光在和自己对话。舅舅走过去念出了一句咒语，居然从光里掰出了一把光剑，这就是舅舅一开始使用的魔法。原来和舅舅对话的是光之精灵，因为被神明装备上了万能翻译器，舅舅成了异世界里唯一能和精灵交流并使用魔法的人。之后舅舅用光剑逃出了地牢，还顺便放走了关押在牢里的小型魔物。一只可爱的兔子跳上了他的肩头，然后准确无误地朝着他的颈动脉咬去。再回头一看，这些可怜兮兮的小动物都张开了恐怖的尖牙朝他扑来。什么可爱的小动物？这群明明是全大陆最凶暴的魔兽，眼看就要被这群魔兽活活咬死。舅舅的危急时刻终于觉醒，变出光剑救下了他自己和老板。老板刚松了一口气，舅舅一扭头露出一张恐怖的兽人脸。老板一口气没上来，被舅舅扔进魔法阵转移走了。舅舅变态一样冲向魔兽，战斗持续了1整夜。舅舅杀光了魔兽，然后生火烤肉，美美饱餐了一顿。虽然17年的异世界生活过得很艰苦，但至少来说也算是起了个好头的。静雯和藤宫人都傻了，这居然也算是好的一类嘛。讲完这个故事已经是傍晚了，藤宫要回家去吃晚饭，准备下次再聊。舅舅说也是，反正之后都是些扫兴的事，比如说从龙手里救下精灵之类的，这不是很重要的事吗？为了精灵小姐，藤宫狠心舍弃了炸鸡块，继续看舅舅的故事。来到异世界的第9天，舅舅遇到了和毒魔龙战斗的精灵，于是舅舅冲上去一剑秒了魔龙。倒不是他魔法有多厉害，而是他瞄准的是被精灵击中过的地方，所以很好破防。因为他长了一张兽人脸，精灵一开始对他非常仇视，不过舅舅并没有做什么坏事，而是将外套借给了走光的精灵。精灵感谢舅舅的救命之恩，但是舅舅实在是太丑了，他下意识就拿出了刀，丑成这样的一定不是什么好人。不过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精灵赶紧把刀收进空间。然而舅舅刚到异世界还不知道收纳魔法，以为精灵把自己刺伤了，舅舅着急的掀开精灵的衣服，想要查看伤口。舅舅扒开精灵的衣服，上下其手，见面第一面就动手扒人家小姑娘的衣服。傲娇精灵气得大骂对方是淫乱兽人，然后红着脸跑了。精灵小姐姐情窦初开，但对于舅舅来说，从这里就是他噩梦的开始。精灵缠着他，贬低他，抢他衣服，连他被冰冻了封印了都不救他。说起冻结封印，舅舅把时间调到了被冰之美少女冻住的第2天一早。一觉醒来觉得身体好沉重，以为是冻结封印的后遗症，结果一睁眼，好家伙，身上趴着2个妹子。精灵发现舅舅醒来后羞得满脸通红，傲娇的表示自己只是在取暖。这个扯淡的理由舅舅还真信了。天气也确实冷，于是就任由精灵挨着自己睡。精灵还没来得及高兴，一旁的梅贝露突然挂在了舅舅的脖子上，哭喊着妈妈他不想劳动啊，明明妈妈跟他说过人生超好混，动神剑在手，吃饭不用愁，他一点也不想干活呀。他9岁就和小鲜肉私奔的妈妈。精灵听不下去了，一个手刀劈醒了梅贝露，既然不想干活，利落的把戒指卖了不就行了。精灵一个劲的撺掇他卖戒指，但梅贝露就是舍不得。舅舅提先让精灵养着他，于是梅贝露二话不说开始当狗，只要不让他干活干啥就行。早饭的时候3人正式介绍了自己，舅舅编了一个非常扯淡的名字。精灵之后要回到他卖戒指的城市，再把戒指赎回来。梅贝露的出现让他感觉到了危机，舅舅打算去附近的地下城参观勇者打怪。梅贝露表示自己也要去，但是他是夜行动物，现在要睡觉，等到下午5点再出发吧。就这样，还没组成的队伍就彻底解散了。到了晚上，舅舅请静雯和藤宫去吃拉面，拉面很好吃，就是舅舅的钱没带够，最后还是藤宫给垫上了。精灵一觉醒来，去摸自己放在床边的头饰，手摸了半天没摸到，于是直接上脚，刚把头饰勾住，舅舅就突然出现在了房间里。话说你的外套该还给他了吧？傲娇精灵脸红的抱着外套，这已经是属于他的东西了，一辈子都不会还的。于是舅舅二话不说，用魔法将精灵靠在了床上，不给是吧？那他就自己动手扒。但是有了魔法的禁锢又好难脱。精灵提议，既然如此，解开魔法怎么样？舅舅说对哦，然后被挣脱束缚的精灵一拳正中打脸，旋转跳跃闭着眼的飞了出去。
去，结果下手太重，打得舅舅不省人事。发现自己闯祸的精灵给舅舅包扎好之后，光束溜走。舅舅和静雯吐槽精灵太过分，最后舅舅也没拿回外套，不过对方给了他一条裙子，轻飘飘的，他又穿不了。如果有女性友人的话就好了。于是腾公就被迫穿上了这件漂亮的精灵服。舅舅不禁怀念起了异世界那个精灵，那他也试着穿一下好了。大家给舅舅的翻译技能取名为万能画手。腾公今天大学还有事儿，来了一会儿就急匆匆的走了。舅舅用做视频赚来的钱又买了一个游戏。说实话，他能在异世界里生存下去，还要多亏了游戏。说着，舅舅给静雯看了在异世界冒险队伍合作击退哥布林的事。画面亮起，冒险者正在组队疯狂殴打舅舅。这个合作是不是有点太硬核了？快进到舅舅以德服人结束战斗。队里的魔法师艾莉西亚认出舅舅是过年时候被村里当成半兽人喊打的倒霉蛋，当然最后都被舅舅反杀了。艾莉西亚的小队接从哥布林手里保护村庄的任务，希望舅舅能帮助他们。舅舅二话不说答应了。哥布林大军正在通过悬崖朝村庄进发，舅舅按照游戏里的招式，先把哥布林勾引到身边，然后试图用大招戳死，然而根本不能命中。气喘吁吁的舅舅一气之下砍碎了山头，这才把哥布林们全都压死了。在这之后，他们去村里领赏，和小舅的关系也变得好起来。静雯欣慰不已，舅舅这不是有着好同伴的吗？艾莉西亚问舅舅，是不是他把封印都市的结界补好的？那天他碰巧目睹了全过程。舅舅一听到这里，立刻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问他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得到没有的回答后，舅舅二话不说给全员施加了遗忘魔法。然而他们之间的缘分还不止于此，舅舅照例被当成兽人，先是被打，然后反杀的老套开局，甚至连对话都是一样的。艾莉西亚小队正在讨伐古老祠堂里的魔物，一听说魔物是一个像人一样的刺猬，舅舅满脑子都是刺猬索尼克，大呼不能打倒他，魔物不会无缘无故的袭击人类，肯定有什么原因的。说着舅舅一回头就对上了刺猬魔物，根本不是什么索尼克，就是只普通的大刺猬而已。舅舅大失所望，不过他的翻译技能也点亮了魔物语，他试图和刺猬沟通，问他为什么袭击人类，是生命受到了威胁，还是为了保护幼崽和家人。结果刺猬张口就是他喜欢看人类受伤挣扎的样子，虐杀人类让他感到开心，是个坏种，彻底没救了。舅舅一发地狱业火把方圆10里都烧成了灰。解决了魔物，舅舅问小队知不知道这一带的勇者在哪。突然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腾公走前忘记带手机了，于是舅舅带着静雯飞到腾公的大学给他送手机。静雯很快在人群中找到了腾公，不过对方正被一个看上去就不良的红毛搂着，而腾公也是一脸的不情愿。舅舅自然不会干预小年轻之间的事，让静雯自己去解决，还顺便给精灵们打了个电话，拜托他们照顾一下侄子。这一下得到精灵加护的静雯也能和舅舅一样使用魔法了，虽然时限只有1小时，静雯要去确定对方是不是正经人，如果是的话就轮不到他插嘴，如果是人渣就直接毁灭。腾公正应付着拉他去海边的红毛，气势汹汹的静雯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腾公吓了一跳，而红毛也不善的盯着静雯。静雯仔细观察红毛后愣住了，这不是腾公的弟弟千秋吗？一晃眼都这么大了，你能想象吗？小时候超可爱的正太居然长残成了这样，别看他长得着急，其实他小学4年级。腾公之前和千秋提过舅舅，舅舅自信满满的自我介绍，结果两人之间的代沟实在太大，舅舅和千秋在一旁纠缠。腾公问静雯刚开始气势汹汹是怎么了，静雯以为腾公交了男朋友，一想到腾公被人用花言巧语骗了，他就血压升高，所以才迫不及待地赶过来。静雯将两人一起隐身，制造出幻影之后，带着腾公飞到了楼上。他向舅舅借来了魔法，而且还用得非常顺手，毕竟作为一个中二少年，他时常会幻想怎样在现代使用魔法。魔法最致命的就是咏唱时间，不管威力多高，只要在用出来之前被击中了就没有意义，所以一般的精灵魔法只要在脑内联想效果，然后用最短的单词咏唱。说起来小的时候也有这么一次，腾公被高年级的人欺负，静雯冲进来救他的事，于是静雯摁着腾公的脑袋投屏了那段记忆，原来不是什么腾公被高年级欺负，而是他跑去欺负高年级，静雯完全搞错了情况。不过腾公很高兴，因为不管什么时候静雯都会赶过来救他。静雯当场红了脸，什么？你这个木头终于开窍了是吗？两人私会的场景正好被成功的闺蜜撞见，闺蜜八卦和静雯说了追腾公的人很多，静雯阴沉一笑，那都是谁呀？让他们交换一个联系方式吧，毕竟男大学生都不是人，万一腾公被带走拍视频怎么办？害虫必须要全部驱除。被遗忘的千秋打来电话，腾公赶紧推着静雯离开。回到家后，腾公问他们有没有搞清楚万能画手的发动条件。舅舅刚回日本的时候，不就是能立刻和日本的精灵沟通了吗？舅舅表示，那是因为当时静雯手里拿着一摞充满杀气的政府文件，他要是用不了魔法就会被抛弃死掉，于是拼了老命。静雯赶紧转移话题，他们还是聊聊勇者吧。舅舅继续投屏播放，艾莉西亚拿过队友剑，摆了一个帅气的 pose。没错，他就是传说中的勇者。没错，他们就是被命运选中的勇者闪耀十字军，而他就是神圣的勇者艾莉西亚。艾德加表情难看，因为艾莉西亚刚才的动作磕坏了他新买的宝剑，吓得艾莉西亚土下座道歉。舅舅一问才得知，他们刚成为冒险者还不到半年，这么年轻，到底是怎么当上勇者的？舅舅将艾莉西亚的记忆投屏，原来是上一集舅舅击败哥布林大军的功劳被记在了他们头上，就这么莫名
名其妙的被推上了勇者的位置。虽然功劳被抢，舅舅也不生气。准备离开的时候，艾莉西亚又再次提起了封印都市的事，舅舅高度警惕，魔法眼看就要发出，艾莉西亚就突然一转口风，那个人应该不是他对吧？获取不必要的名声很辛苦，他确实体会到了这一点，一句话免除了被动失忆的危机。之后，舅舅和他们同行来到了深暗迷宫地下城，因为突然获得了勇者称号，冒险者工会允许他们探索这座级别 A 的高难度地下城，前往地下城找到传说中的旧式魔杖，这也是他们三人儿时的约定。刚进入地下城，舅舅就用魔法找到了从终点直接离开的最短路线，无比轻松拿到了传说中的旧式魔杖。三人拿着魔杖一脸懵逼，就这紧张刺激的冒险之旅呢？舅舅也察觉到这样做一点也不符合冒险这一主题，于是二话不说将三人的记忆消除，拖回原点，按照正常程序到处过关攻克了地下城。在经历过精心刺激的冒险之后再拿到魔杖，心情果然是不一样的。任务完成，舅舅离开前打算消除他们关于自己的记忆，而在即将动手时，艾莉西亚非常真诚地感谢他陪着自己冒险，他们一起经历过的事他们绝对不会忘记。舅舅放弃了这个念头，借口要去王都就离开了。分离之前，艾莉西亚给他塞了几张恢复符咒，就这样舅舅和勇者小队成为了朋友。和艾莉西亚分别后，舅舅在路上遇到了一支军队，从队长脑子里读取了一些记忆，得知艾莉西亚的勇者身份是神父泽尼尔根授予的。王都里，神父正在和军队总司令秘密见面。建造大教堂的经费不足，总司令提出，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就可以挪用经费补充，比如说出现勇者死亡的这种情况。原来让艾莉西亚攻略地下城，就是想让他们去送死，然后名正言顺地增加军费，谋取私利。舅舅一个闪现摁在总司令脑袋上，也给他来了一个记忆投屏。原来从哥布林大军出现的时候，艾莉西亚三人都被当做了弃子。总司令义正言辞，成为冒险者冒着生命危险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有什么错？艾莉西亚三人确实是拼上性命战斗的冒险者，但总司令却想要再次牺牲存活下来的三人，这就是对将生命置之度外请求赴死之人灵魂的亵渎，这种行为不可原谅。静雯突然非常兴奋，这就是现代伦理观无论，人权意识不及中世纪傲慢异世界人在现代伦理面前一败涂地。他期待舅舅能好好给他们上一课，结果舅舅吞吞吐吐，一句话都说不明白。他就是一个20多岁年轻人，没有打过工，突然面对一个干部级别的员工，当然没办法反驳。士兵围上来就要将舅舅就地正法，危机时刻，舅舅摇身一变，变成了他所知的最强生物。他初二时的班主任田园老师，论吵架没人是他的对手，就这样连扇巴掌带吵架，居然真的怼得总司令无言以对。副官小姐姐拦在他面前想要辩解，也毫不留情的被骂服气了。这就是90年代教师的力量。虽然总司令罔顾性命，但扩充军费是必要的。3年前魔都龙被打倒后，各地都出现了不得了的大事，什么炎魔龙被打倒，封印都市节节被破，哥布林大军又跑出来，明显有身份不明的家伙在破坏世界的秩序，他们必须要行动起来。静雯和藤宫满脸黑线，原来造成这一切开端的都是舅舅啊！舅舅自知理亏，巴掌也扇不下去了。而就在这时，一阵恐怖的寒冰之气袭来，梅贝露拿着动神剑杀了进来。在看到舅舅的那一刻，寒冰瞬间化冻，但两人还是打了起来，打的那叫一个昏天黑地，不分上下。这就是残酷的异世界嘛！就算关系再好，只要分属阵营不同，还是会你死我活。舅舅放大画面，让他们仔细看，他们两个真是明明在不远处加油呐喊。原来打架的只是用冰造出的幻想魔法。梅贝露现在是国王的正式骑士，待遇和薪水比冒险者不知道高了多少倍，人也变得高傲起来了。他之前穿着野兽长袍在野外露营，差点被巡逻的王国骑士猎捕。他用剑反击之后就得到了认可，这么简单获得了工作。之后他想让舅舅在对决中输给他，这样舅舅就能成为自己的部下，两人一起吃皇粮。舅舅反问，他是想让自己放水吗？舅舅对梅贝露动手动脚，他可是已经输给梅贝露2次了。梅贝露慌了，舅舅为什么老是想着打败他？他们明明都已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了，他难道不觉得梅贝露很可爱吗？舅舅直男撩人，梅贝露当然很可爱。结果他们的对话全被总司令听到了，幻想变成那个样子不被发现才奇怪。总司令认定梅贝露是兽人派来的间谍，不然有名的冰之一族怎么可能寒碜的去野外露营？梅贝露无话可说，突然发狂着对舅舅和士兵发起攻击，一名士兵被洞穿胸口，舅舅出剑破除了梅贝露的寒冰。他像是如梦初醒一般，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舅舅剑指神父，他刚才对梅贝露用了控制灵魂的神圣魔法，他想要做什么？难道是那种不能过审的色的事？受伤的士兵被舅舅用恢复符咒救下。舅舅反问司令，他还要继续和这种人合作吗？为了保卫国家，独自一人沾染污泥的觉悟很不错，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他就这么的不相信身边崇敬他的伙伴的力量，大家都不希望司令再这么错下去。自从任命了勇者之后，司令就变得让人痛心，这一点都不符合他的品行。在田园老师的死亡凝视下，司令放弃了计划。神父质问他，没有军费要怎么保卫国家？舅舅表示他也来出一份力，遇到危险时就朝虚空呼唤他的名字。神父不屑一顾，就这种兽人能帮什么忙？结果舅舅二话不说变成了魔岩龙，让司令记得给艾莉西亚他们道歉之后，非常装逼的破开穹顶走了。之后梅贝露惨遭骑士团解雇，再次失业。看完小电影之后，静雯突然觉得
得身体不太舒服，一照镜子发现自己身上长了很多鳞片，原来是之前他借用舅舅的魔力，因为对精灵太过傲慢被惩罚了。舅舅表示这个简单，交给他就好。然后藤宫眼睁睁看着男朋友和舅舅一起变成了恐龙。2018年，日本迎来了观测史上的最高气温，舅舅的游戏机直接因为酷暑热坏了，这可是舅舅职业生涯的大危机。好不容易把游戏机修好，做客的藤宫给他们带了冰淇淋和鱼，还提议可以用冰魔法把室温降下来。舅舅恍然大悟，和外甥一起趴在地上感受精灵的恩惠。可能是因为之前变了近1个小时龙的影响，思考事情都变得迟钝了。不过丢掉脑子之后，人生中的一切烦恼都消失了。舅舅曾要藤宫一起变恐龙来逃避生活，虽然很想买个空调，但他们没钱。藤宫让他们想新题材，之前异世界冒险直接放在网上不就好了？但静雯却说绝对不行，他让舅舅把他现在所想的影像化。假如把舅舅在异世界杀兽人救村民的片段放到网上，肯定会有一群键盘侠来喷，什么虐待动物、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偷拍血腥镜头等等等等。不要小看当代网友的挑刺能力。藤宫很好奇精灵到底是什么。说到异世界的精灵，不是一般都会以女性形象出现吗？舅舅表示精灵没有形象，他们是现象和概念本身的集合意识，他也只是能从四周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已，也就是和精灵交流的感觉。说着，舅舅突然对着空气自言自语。静雯和藤宫很担心整天对着那种东西，舅舅的精神状态真的没问题吗？突然舅舅说要牛头，在网上一阵头和牛要500万，就算把它们卖了也买不起。问起为什么突然要牛头，舅舅说这是冰之精灵要求的冷气魔法的代价，请人家做了和平常不一样的工作，礼物和问候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们不做个祭坛祭祀牛头，冰之精灵就会把这个星球所有的平原冰冻10年。静雯和藤宫都傻了，就因为他们家使用了冷气费，这代价也太大了吧。舅舅丝毫不急，甚至还有心情从冰箱里拿鱼，今天午饭就吃鱼好了。这时舅舅接到一个电话，冰之精灵说没有牛头鱼头也行，好随便。精灵到底把人类村王当成什么了？毕竟对精灵来说，牛和鱼并没有区别，人类也只是一种生物，就算被灭绝了也不痛不痒。两人不能理解舅舅为什么这么冷静。舅舅想了想，可能是因为90年代的射击游戏，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人类灭绝开始的，灭绝的太多次就没什么感觉了。90年代的游戏公司对人类的怨念到底有多重啊？鱼头很快被供奉起来，舅舅看着鱼头直流口水。变成亚龙的后遗症就是很想吃生肉。静雯表示深刻理解。藤宫一提这个就头大，你能想象2只恐龙在房子里乱窜，而他只能躲在桌子底下的弱小可怜又无助的场景吗？静雯变成恐龙是因为被精灵惩罚，舅舅居然还一起变龙陪着静雯，这叔侄爱是不是太离谱了点？但有一点要小心，如果变形时间过长，就会被变形后的形态影响变不回来。比如舅舅上次离开王国后就当了1个月的龙，他被魔岩龙的思考方式支配了精神，如果放着不管可能会当一辈子的龙，而他不惜冒这么大的风险也要变成龙，主要还是因为这样更装逼。至于他是怎么变回来的，那当然是遇到了他的正宫老婆精灵小姐了。被精灵小姐用 X 大力棒揍了一顿后，舅舅变回本体晕了过去。雷古法尔跟商会会长突然带着佣兵出现，他听说了王都有兽人变成龙的传闻，特意赶来抓捕的。雷古要求精灵把舅舅交给他，这样他的欠债就一笔勾销。而通过两人的对话，静雯藤宫惊讶得知精灵小姐居然是王族公主。不过精灵似乎对自己的王族身份很忌讳，精灵想要向雷古发起攻击，却因为对方掌握着黑暗盟约咒符而被束缚。为了借还他以精灵之名签订了血线，只有霸先还钱恢复自由和成为雷古所有物2个选择。雷古野心勃勃，想要和王族联姻，将自己的商会遍布大陆。结果美梦刚开了头，契约就被清醒的舅舅暴力破坏了。精灵还没来得及感动，清醒的舅舅扭头就走。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刚才那一下，他绝对把肩的人情还清了。舅舅赶着要去洗澡，他已经1个月没洗澡了。精灵使劲拖着舅舅不让走，他身上根本没有味道，他都仔细闻过了。舅舅莫名其妙，精灵没事闻他干什么？精灵小脸通红，当然不是因为喜欢才闻的，是为了绞杀他。舅舅一脸心有余悸，差点就被精灵干掉了，契约被摧毁。雷古恼羞成怒的指挥巨人猎人干掉2人。精灵刚刚准备拔剑应战，舅舅突然上前，把戒指强行套在了雷古的无名指上。舅舅你在干什么啊，舅舅？这是据说世界上仅有7个的天星石戒指，用来抵债应该绰绰有余。被一个兽人当场求婚，雷古人都傻了。精灵他原地发疯，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修罗场啊喂！精灵恐怖的魔力直接震碎了脚下的陆地，舅舅见势不妙扑向精灵，两人一起摔进了沼泽地里。雷古现在对精灵完全没兴趣，他现在只关心被舅舅强行套上，因为太小卡住而摘不下来的戒指。舅舅好奇精灵为什么突然负债，精灵害羞地展示着手上的戒指，因为他身上的钱不够把舅舅送的戒指买回来。舅舅不理解，不是好不容易卖出去的吗？精灵不是没必要穿戴贵金属吗？
而且就算什么不带她也很漂亮。直男两人一击必中，精灵摸着舅舅的脸笑了起来，两人都在沼泽里滚了一身泥，一起去附近的火山口泡温泉。精灵觉得舅舅太爱干净了，有的冒险者1个月都不洗一次澡的。刚说完就被舅舅嫌弃，精灵气得追着舅舅打，虽然被无端施暴，但夺回精灵他才能从龙形态变回来。回到现实，藤宫和静雯突然觉得室内好冷，回过神来，室温居然直接降到了10度，冰着精灵的冷气冷过头了。三人只好缩在被窝里取暖，果然还是买一台正经空调的好。静雯提议用黑暗之剑把冷气切断，但黑暗之剑只能切断魔法和信号那种力量的流动。8月份的日子，在冻冰冰的房间里盖着毛毯闲聊，居然意外的开心。果然每年的夏天都应该吃鱼。说到吃鱼，舅舅想起自己在异世界遇到过因为吃了被寄生虫魔物感染的鱼而被开膛破肚的人，舅舅吓得赶回旅馆掀了精灵和梅贝鲁的裙子看肚子，结果自己却被寄生虫感染，当场上演烈性寄生虫破肚实录。静雯和藤宫再也不想吃鱼了。少女来到一户人家门前，一个长得就不是什么好人的男孩不怀好意地问她也是来玩的吗？这时静雯走过来带他们上楼，千秋边走边和静雯说她前几天抓了一个雌性，还拍了视频放在网上流传。静雯对此表示了赞赏，还给出建议，差不多该轮到雄性了。少女听着两人的对话吓得都快哭了，但其实两人讨论的仅仅是昆虫而已。少女是藤宫的闺蜜泽江，一进门就大喊的让藤宫快逃，这些人是把女性叫做雌性的垃圾。舅舅出门买东西了，静雯特地在阳台插了妻子，告诉他不要直接飞进来，不然又有人要被消除记忆。泽江看着柜子上摆的鱼头祭品，二话不说拉着藤宫就要走，邪教也不能信啊。而就在这时，舅舅回来了，他关上门，对泽江露出了和善的笑容。泽江吓得汗毛都要竖起来了，鼓起勇气让舅舅这个邪教信徒不要把藤宫扯进来。舅舅还以为他说的是世家，嘿嘿嘿的笑着说那都是骗人的，那样子和家里沉迷宗教的阿姨一模一样。在藤宫的解释下，泽江这才没有当场报警。虽然舅舅长得丑，但他确实是个好人。泽江问起藤宫为什么会在这里，藤宫的目光不自觉看向了静雯。泽江一脸果然如此，他拜托藤宫去泡咖啡，把人支走，决定帮闺蜜好好试一试这个男人。他问静雯要不要看他和藤宫旅行时拍的照片，静雯立刻双眼放光凑了上来。泽江想用照片测试静雯，如果他只盯着胸部看，那毫无疑问是个人渣。静雯盯着照片沉默片刻后，毫不犹豫对着藤宫的胸口放大。泽江刚想吐槽这也太直接了吧，就见静雯一脸严肃的指着藤宫身后的男人的背影问他是谁，得知就是个店员之后，这才眉开眼笑。泽江又翻出了两人的泳装照，这一次静雯居然放大了他身后遮阳伞下的一双腿，这个男人又是谁？路人也要防是吧？泽江问藤宫小时候是什么样的，静雯对着记忆中的藤宫面不改色的回答，比现在更帅，不过没有多大变化，也就现在的千秋一样吧。想起记忆中可爱的小正太，泽江有些怀念，他们已经2年没见了。静雯指着被泽江叫的人渣的红毛，千秋不就在这儿吗？千秋嘿嘿一笑，要和泽江一起拍视频。泽江的三观稀碎，藤宫端着咖啡过来，突然把千秋撞向静雯，这静雯没反应，接着又把泽江推了过去。泽江小脸通红，连静雯都有点不好意思。藤宫一脸怨念，静雯心却像侍女没错啊，那为什么就是不开窍呢？他注意到静雯在看自己的照片，静雯突然脸色爆红，一巴掌把自己磕出了鼻血。舅舅走过来念起咒语，要给泽江看藤宫小时候。静雯和藤宫都吓傻了，舅舅你在干什么呀？舅舅！舅舅也反应过来自己暴露了，二话不说就要消除泽江和千秋的记忆。静雯迅速拦住舅舅，藤宫带两人夺命狂奔。什么？刚才是什么的东西？大概是索尼吧。好不容易送走了两人，藤宫一脸严肃的让舅舅不要再随便消除记忆。舅舅挠挠头，想起来在异世界也有人对他这么说，就是从莫耶龙变回来之后，精灵小姐一起去温泉的那次。藤宫很兴奋，问有没有福利画面。舅舅给记忆精灵打了个电话，放心吧，都被和谐了。于是无比期待的静雯和藤宫看着舅舅对自己泡了20分钟的澡，人精灵小姐带女浴怎么可能让你们看？快经过洗澡过程后，终于看到了精灵，只不过这精灵穿的怎么是浴衣？让我们将时间倒回泡澡之前。得知精灵是王族之后，舅舅并不惊讶，因为精灵仍旧是精灵。2句话又把精灵撩了一遍。2个人来到温泉，看到招牌的一刻，舅舅惊呆了，为什么会是日语的？原来这家旅馆是20年前从日本穿越过来的日本人村田建造的。换句话来说，这间旅馆老板是舅舅的同乡，可惜那个人已经以88岁的高龄去世了。之后旅馆被徒弟陆兰子一家继承下来。在这个世界，异世界的人如果死了，他带来的东西也会消失，而来自异世界的穿越者，神都会赐予他实现愿望的能力。村田获得了自由控制生物材料的能力，利用木匠的经验，10几天就建造出了这家旅馆。精灵和兰格兹闲聊透露出了事迹的真相，而这种关键时刻，舅舅居然在整理道具。游戏里经常会有这种不能跳过的冗长演示动画，在这种情况下干点别的事情已经成为习惯了。舅舅盯着兽人脸，一进门就把格兰兹一家吓坏了。他在异世界就算对年长的人说话都比较粗暴，毕竟礼节是在被承认为人之后才有的。你要是一开始被3枚铜币贱卖，也礼貌不到哪儿去。异世界通货膨胀的比较厉害，住宿费要40万铜币，也就相当于4万日元。而舅舅当初被卖的价格是30分，没错，连元都不是。既然是日本人开的话，有寓意理所当然。舅舅难得对穿着浴衣的精灵进行了夸奖。晚上休息的时候，精灵借口没有空房和舅舅睡在了同一间，但舅舅这个直男完全没有感受到精灵的小心思。
思，转头把被褥拉到了阳台。精灵气呼呼扑到了床上，明明他这1个月都在找舅舅。舅舅突然从后面探出头，主动给他按摩推拿，他是真感谢精灵把他变了回来。你按摩就按摩，这个姿势是不是不太妙？精灵被摁脚摁着疼，踹了舅舅一脚就往前爬，但又被舅舅拽了回来。他说什么都要让精灵好好放松一下。精灵报复的去挠舅舅的痒痒肉，两人打闹，见精灵衣服散开，舅舅也顺势压在了精灵的身上。眼看剧情就要朝着不过审的方向发展，舅舅突然召唤着锁链拽断大门，听墙角的勇者小队砸了进来，好事被打断，还突然出现一个舅舅认识的美少女。精灵脸色那叫一个阴沉，艾莉西亚赶紧道歉，她不知道舅舅和精灵是那种关系，不知道两人说了什么。精灵立刻眉开眼笑，勇者把舅舅上次讨回的刺猬报酬分给他，见舅舅没有好好确认，就好心的告诉他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但舅舅却说他相信的是勇者小队，不是别人，男女通聊。舅舅的魅力恐怖如斯。精灵向艾莉西亚展示了舅舅亲自为他戴上的戒指，虽然中间省略了很重要的剧情，还好舅舅没送给艾莉西亚戒指，不然又免不了又是一场修罗场。勇者小队在迷宫里深切感受到自己实力的不足，于是跑到深山里修行。艾莉西亚把旧式魔杖拿给精灵看，因为觉得丑，他还给魔杖刷了漆。精灵看了当场自闭。艾莉西亚居然把失传的古代之法毁了，真希望他能了解这件事的严重性。修行自然是要修炼必杀技，舅舅好奇用记忆投屏看了他们练习成果，只是精灵突然发现他们捡来晾衣服的剑鞘是古代魔道具，在问清方向之后，觉也不睡了，穿好装备就赶了过去。精灵一族非常重视古文化，勇者小队有些担心精灵，舅舅害怕的是旅馆里会出现魔物。艾德加刚说完旅馆有神力保护不会有问题，结果他们住的地方突然就烧起了熊熊的大火。舅舅泡着温泉唱着歌，突然就被魔兽给袭击了。这只恐怖的魔兽不仅会放火，还会催眠。天空中盘旋着风魔鸟，只要有它在，舅舅就无法使用魔法，而没了魔法辅助的舅舅就是一个脆皮，体力差到爆，跑2步就跟要了他的命一样。莱特和艾加德夫的拦下催眠兽，现在到了检验他们训练成果的时候了。和那家伙手把手领着他们的时代不同，虽然相貌恐怖，但他们也是追随着他的脚步而变强的，那才是真正的强大。金文和藤宫一脸欣慰，这2个人很尊敬舅舅呢，连舅舅都不好意思的脸红了。结果下一秒，艾德加就说出了一个听都没听说过的名字。沉默是今天静文的家。舅舅躲在厕所黯然神伤，结果他前脚刚离开，2个人就提起了他。静文高兴的拍门，想要告诉舅舅他被夸了，却被舅舅给骂了出去，然后就躲在厕所里不出来了。再说意识点点头，虽然没有魔法傍身，但舅舅还带着符咒，风符咒将他冲上天，火符咒爆破风魔鸟，最后再用冰符咒缓冲落地。舅舅被下坠震得双腿发麻，另一只风魔鸟朝他俯冲而来，突然一道光束从远处射中风魔鸟，舅舅起身对着山的方向招招手。原来刚刚的攻击是精灵的新装备大狙，宝剑的长重穿孔形态，所以他才这么着急去找剑鞘。见舅舅挥错了地方，精灵对着舅舅周围连开几枪提醒他方向，吓得舅舅以为精灵要杀他，赶紧跑了。舅舅调整好状态从厕所里出来，告诉2人风魔鸟呼出的气体中有能妨碍精灵活动魔力的成分，简单来说就是精灵觉得那鸟太臭了，不想工作，臭到就算风魔鸟灭了也不愿意出来。之后舅舅又回到了艾莉西亚那边，发现除了艾莉西亚，大家全都变成丧尸了。小姑娘被追得满院子跑，她的魔杖只能治愈心灵和肉体的创伤，这种精神催眠不在治疗范围内。舅舅问艾莉西亚魔杖有没有什么开关，就像精灵的剑一样能发动特殊能力。说着舅舅拧了一下魔杖顶端，魔杖顶端的部分突然冲上天，随后金光一闪，形成护罩，将丧尸和非丧尸分开罩住。舅舅情急之下把艾莉西亚扑倒在地，问他现在能不能解除催眠。艾莉西亚红着脸表示这需要他保持心境平稳，所以舅舅能不能别一直盯着他。舅舅这才从艾莉西亚身上起来，偏偏他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静文和藤宫看舅舅的眼神充满了复杂。艾莉西亚施法解除了催眠，结果一扭头，催眠兽已经朝他扑来，2个勇者吓坏了。没想到艾莉西亚在瞬间矮身躲过，力速双 A 弱女子一拳把大猩猩打出10米远。不会打拳的剑士不是个好神官，当然不是因为艾莉西亚天生神力，而是魔杖强化魔法的副作用，将同伴的招式同步给了他，再加上神明的力量加成，这下真成勇者了。大猩猩见势不妙，撞开围栏就跑，缺口处涌进了一群烈焰兽。不过没等勇者小队表现，魔兽就已经被锁链捆在了原地。没错，舅舅出手了，用炫酷的水魔法将魔兽全部绞杀后，又降起了大雨灭了火。之后舅舅布置结界堵住了旅馆的缺口，温泉豁然开朗的视角让旅店老板喜出望外，开发一下煮酒观日出的项目。他们这么穷酸的旅馆终于能赚钱了。之后舅舅又去泡了温泉，不过在魔兽纵火之后，男女浴场的分割就消失了。静文和藤宫有幸看到了艾莉西亚的尸身诱惑，难得良好的舅舅见艾莉西亚过来马上捂脸。艾莉西亚说自己穿着衣服，结果他走过来的时候，衣服带子被木桩勾走了，等到了舅舅面前当场走光。艾莉西亚害羞的裹着衣服蹲下，舅舅飞速将这件事记在小本本上后消除记忆，这手速简直无人能及。舅舅看到这一段记忆时突然流泪鼻血，当然不是因为涩涩，而是消除记忆被唤醒的副作用。
等艾莉西亚穿好衣服，发现完全忘记这回事的舅舅没有任何反应，还以为舅舅对她这样的小女生不感兴趣，结果舅舅一开口说自己才20岁，甚至出生月份都比艾莉西亚小。艾莉西亚当场自闭，舅舅居然没有到30吗？这张脸也太显老了吧！艾莉西亚其实也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出生月份，她没有9岁之前的记忆。11年前，她最初的记忆是血和马车，她被哥布林用马车抢走了，是莱卡和埃德加村子的警卫团解救了她。之后，她失去了所有的记忆，身上只有一张祝贺她10岁的生日画。她最后也没有找到家人。边境的祭司收她为养女，取名为艾莉西亚，这才有了今天的她。对于艾莉西亚来说，记忆非常宝贵，因为她失去了一段记忆，此后的经历都是她的宝藏。舅舅很愧疚，于是对艾莉西亚说出了抹除过她记忆的实情：哥布林大军和走后门攻略迷宫的那2次。艾莉西亚惊呆了，也就是说，消灭哥布林获得勇者称号的人不应该是她，而是舅舅。她自然也想起了舅舅修复封印都市结界的事，认为舅舅才应该是实至名归的勇者。舅舅这次坦白得很彻底，修复结界是因为结界也是他破坏的，他来自另一个世界，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回归。他试着对结界使出最强的攻击魔法，想看看产生的空间扭曲能否为回归提供线索，但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艾莉西亚不希望舅舅再使用那样的魔法，对别人和自己都不行。他不想忘记舅舅的事，也不希望舅舅忘记他。舅舅想了想，答应今后不再对艾莉西亚使用遗忘魔法，自己也不再消除关于他的回忆。艾莉西亚这才喜笑颜开，他想起舅舅刚才好像消除了什么，舅舅很惊讶，非要追问艾莉西亚自己删除了什么。可是他们刚约定好不会忘记艾莉西亚的任何记忆，艾莉西亚非常害羞，总不能直接说刚才是他被看光了。于是他让舅舅闭上眼睛，解开衣服，准备来个情景重现。突然一道激光击穿结界，落到了一旁的岩石上。舅妈愤怒的攻击，追着舅舅一通乱打。他就出去了一夜，怎么家还被偷了？舅舅抄起鞋，扭头就跑，像是个被老婆捉奸在床的渣男。魔兽袭击，艾莉西亚生气，精灵开枪，简直是地狱一样的经历。藤宫和静雯满头黑线，觉得舅舅可能是记忆消除太多，脑子出问题了，让他多保养身体，别动不动就像刚才一样消除记忆。舅舅表示他刚才没有消除记忆，而是扼杀了自身的感受。不管多讨厌的事，只要不去想就没有伤害。人越到中年，使用的频率就越高。静雯试了一下，感觉世界恢复了和平，今后无论发生怎样的事，只要有这么个技巧，都能坦然的走下去。试驾游戏 CD 如果不小心倒放录音机里，会有损坏扬声器的风险，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有些光盘就输入了警告音。舅舅小时候非常痴迷找出这些不同的音色，可惜现在已经不兴这套了，家里甚至连 CD 机都没有。舅舅非常失望，突然又想起来在异世界会到唱歌魔物的事。温泉事件结束后的1个月，他在某个城镇接下了讨伐会唱歌魔物的委托，来到森林中，发现一只巨大的怪物正在不停的唱歌，唱得还挺好听。舅舅原本都冲到魔物跟前了，却突然发现魔物脚下出现一个人影，于是猛地急刹车砸向魔物。这时他才发现，原来魔物是用冰堆起来的冰雕，而那个人影正是梅贝露。会唱歌的魔物居然指的是他。舅舅提醒他，一个女孩子独自到森林里很危险。梅贝露表示不用担心，她的野兽之袍上施加了幻影魔法，只要一趴下就会变成魔物的拟态，有了这个就能在野外任何一个地方露宿了。舅舅奇怪，他不是在王都安稳的作为正规骑士就职了吗？怎么还会露宿野外？梅贝露一脸的高深莫测，王都的天空对他来说太狭小了。舅舅震惊，难道梅贝露自己放弃了高薪骑士的待遇？这是多么自由的活法呀！然而事实是，他是被骑士团开除的。为了能在森林里过自给自足的生活，梅贝露做了个冰雕恐吓别人，这就是会唱歌的魔物的由来。既然如此，舅舅二话不说就要打倒梅贝露，他可是下了委托的。既然是为魔物真面目的梅贝露没有搬走的想法，他就只能动手了。梅贝露吓得赶紧表示自己会搬走，舅舅到底是有多想打倒他呀？梅贝露发愁今后要怎么办？舅舅奇怪，把他给的戒指卖了，不就有一大笔钱了吗？但梅贝露非但没有卖了戒指，还把它挂在脖子上珍藏。舅舅提梅贝露当吟游诗人卖艺，毕竟他唱歌很好听。梅贝露很害羞，连忙推辞他唱歌不好听，而且他也不敢在别人面前唱。舅舅遗憾地表示太可惜了，如果他有梅贝露这么可爱而且唱歌好听的话，早就在日本影视界大捞一笔了。一听居然能凭借唱歌大把捞钱，梅贝露一脸的心神向往，异世界也太好了吧！可惜就连舅舅都不知道回去的方法。看舅舅表情寂寞，梅贝露主动提出给他唱家乡的歌。在舅舅的一番指导下，梅贝露唱了一首音调怪异的歌曲，但静雯和藤宫总觉得莫名耳熟。突然两个人灵光一闪，是最老土的抓娃娃机的 BGM， 这原本是音速索尼克的 BGM。一曲唱完，舅舅流着幸福的眼泪倒在梅贝露的怀里，看得出他是真的很喜欢那个蓝色刺猬。梅贝露就这样抱着舅舅，又唱起了另一首游戏主题曲。而在这时，埋伏在一旁
旁的王国骑士蠢蠢欲动，他们奉司令的命令，只要一直跟着梅贝路就能见到变成龙的兽人。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行动，就被同样跟来的精灵放倒了。精灵默默地看着舅舅躺在别的女人怀里，这究竟是怎样的修罗场？一脸阴沉。第二天，舅舅告别梅贝路偷偷离开，精灵跟上来兴师问罪，舅舅是准备和冰之美少女载歌载舞的生活，还是又要去和勇者大人泡澡打情骂俏？精灵完全不给舅舅解释的机会，张口梅贝路，闭口艾莉西亚，但一次都没叫过他的名字。舅舅一脸莫名，精灵也没告诉过他的名字啊。精灵说我不听，你个笨蛋。舅舅也火起来了，精灵不也是笨蛋兽人这么叫他的吗？精灵来气，那不是因为舅舅从来没告诉过别人的本名。结果话音刚落，舅舅就说出了自己的本名。整整12集，动漫都要完结了，我们终于知道舅舅原来叫岛崎洋介。精灵愣住了，舅舅居然把自己的本名告诉了他。于是精灵也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反正就是一大串，比蒙古人名字都离谱。舅舅表示我记不住，就取其中的一个字叫翠好了。精灵很失落，让舅舅还是叫他精灵算了。他不是不喜欢，而是他的国家不允许他被这么称呼啊。那你们精灵每天说话前念这么一长串名字不累的吗？舅舅只想问精灵讨不讨厌这样的名字。在日本，翠指的是一种翡翠颜色的碧绿的宝石，就像精灵翠美丽的眼睛。两句话撩得精灵心花怒放，小圈圈捶胸口，趴在舅舅身上，害羞的不让舅舅在别人面前这么叫他。当然私底下怎么叫就行。当然他也不会叫舅舅，因为他想独占这个名字。和舅舅互换性命的精灵心情大好，就连追上来的梅贝路都觉得顺眼了不少。舅舅来这里是为了调查遗迹祠堂，也就是梅贝路歌声中的3座神祠之一。神祠是一帮战士的试炼之地。精灵和梅贝路恍然大悟，舅舅不就是一帮的战士吗？结果只听一声巨响，舅舅二话不说就把神祠给轰没了。随后祠堂内冲出一只巨大的灾厄，舅舅用上自己最大的魔力准备和灾厄开打，看得静雯赶紧按下了暂停键。这可是祠堂啊，随便破坏是会放出灾厄的，舅舅所以说他都会毁掉啊。把他带到异世界的是某种巨大的力量，他想着把祠堂里的灾厄打倒，应该就能推进剧情了吧。藤宫觉得奇怪，不是说破坏3座祠堂才会放出灾厄吗？舅舅明明只破坏了1座。这时记忆精灵自动显示，原来在舅舅打哥布林大军和刺猬魔术的时候，剩下2座已经被他毁了。视频继续播放，舅舅全力攻击也没能伤害到灾厄分毫。原来灾厄是神圣魔法的结晶，没有实体，所以攻击不起作用。而灾厄运用恢复魔法唤醒了附近所有死去的魔物，大批的魔物朝着精灵和梅贝路冲来，就算被杀死了也能马上复活，非常难缠。舅舅打算用火魔法把这里全部烧光，突然在半路停下，转头对着精灵他们释放了魔法。梅贝路愣在原地，还是精灵冲上来甩出符咒，再加上动神界的力量，才抵挡下了狂暴的火焰。舅舅被灾厄精神控制了，眼看舅舅就要再度动手，艾德加突然飞起一拳，把舅舅砸出数米远。勇者小队赶了过来，原来他们也是来讨伐会唱歌的魔物的。精灵赶紧告诉他，舅舅被操控了，敌人是神圣魔法结晶。艾莉西亚发动魔杖的力量，想要扭转舅舅的神智，在魔法的作用下，艾莉西亚潜入了舅舅的内心。小时候的舅舅一个人坐在狭窄的房间里，和冷冰冰的黑匣子相对而坐。听到艾莉西亚的描述，众人都非常的痛心，这是多么阴暗的过往。万幸舅舅恢复了神智，他从空间里掏出一瓶东西扔到灾厄面前，灾厄的力量瞬间被那个瓶子里的火焰吸收。随后一只巨大的魔炎龙出现在众人面前，既然敌人没有实体，那就创造实体，他要用魔炎龙把所有恢复能量全部吞噬，然后再打倒魔炎龙。说着，舅舅提醒勇者小队，魔焰龙拥有击死攻击和攻击无效的能力，如果贸然近身还会被操控，这种强大的敌人到底应该怎么对付？让艾莉西亚问出口，舅舅却愣住了，笑死，他根本没想过魔焰龙即将复活。此时的他已经变成了像山一样庞大的怪物。舅舅表示不用担心，他们还有动神剑。结果回头一看，梅贝路早就被吓得两股战战，机遇先走了，莱卡和艾加德幻灭了。就这，传说中的冰之一族。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时，精灵却开口说能赢，只要用凌驾于魔焰龙恢复能力之上的威力和速度杀死他。他的剑的能力是将力量凝聚后释放的古代魔道具，通常是用积蓄在他铠甲内的雷电魔法作为力量源泉。要是舅舅能将自己的威力大到吓死人的魔法之力注入到剑内，放出一击，应该就能将那只神话的魔炎龙打倒。他额头上的宝石能阻断精神攻击，而且在攻击无效这点上也不用担心，只要一边被烧一边攻击就能造成伤害。此话一出，勇者小队懵逼了，那他妈的可是击死攻击呀，意思是挨着一下就嘎了。就见舅舅精灵双双摊手，吐息就用魔法防御，他们早打倒过一次了，根本不需要动神剑。艾莉西亚过来叫走了舅舅，关于舅舅是讨伐哥布林大军的事情，他还没有告诉莱卡和艾德加。舅舅并不介意，他在意的是之前在温泉他面对艾莉西亚时到底消除了什么记忆，还非要艾莉西亚情景再现一次。艾莉西亚害羞的不行，这时精灵突然超大声叫梅贝路给他介绍勇者小队。面对梅贝路，三个没心没肺的勇者还是很热情的，就是梅贝路这一高兴就得意忘形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而这时魔炎龙苏醒，害怕现在动手可能让灾厄恢复到不稳定的神之力形态，
坏，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等他完全复活。精灵兴冲冲地朝舅舅张开双臂，女孩的身手就是让你抱抱了。为了保存魔力，她要舅舅带她飞过去。傲娇精灵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但舅舅这块钢铁木头的就是不开窍啊！公主抱是不可能的，这辈子不可能，只能用铁链当捆年货一样挂着。精灵怨念十足，但梅贝露却开心地飞起。既然不需要动神剑，那这里就没他什么事了。他本准备开溜，谁曾想魔岩龙对冰之一族怀恨在心，他跑到哪儿都被对方死死盯着。于是舅舅毫不犹豫把梅贝尔推出去做诱饵，魔岩龙完全复活。梅贝尔大喊一声，抽起动神剑冲了出去。只要有动神剑在手，区区魔岩他根本没得怕的。但谁能想到魔岩龙朝他甩来的第一击是一块大石头啊！艾莉西亚护在梅贝尔面前，持剑将大石头轰成碎石。在魔杖的加护下，艾莉西亚能熟练地使用同伴的力量，好好的勇者也开始朝不正常的方向进化了。梅贝尔和勇者小队成功吸引了魔岩龙的注意，被魔岩龙撵得满地乱爬，鸡飞狗跳。而舅舅和精灵却在一旁谈情说爱。其实能否杀死魔岩龙，精灵心里也没底，但他不想因为恐惧而动弹不得，也更不想让其他人留下和他一样凄惨的回忆。情况相当危急，舅舅也不知道能不能赢。他姑且考虑了一下攻略方法，精灵突然打断他，这时候应该说危机即是机遇，这不是他的座右铭吗？舅舅没想到他的话精灵居然真的会听，两个人携手准备进行最后的战斗。追番的静雯突然叫了个暂停，屏幕外欣慰的莫瑞总算是能看到正经的异世界奇幻战斗场景了，这不得去上个厕所摆上临时仪表敬意。战斗继续，舅舅和精灵同时冲向魔岩龙，魔岩龙张嘴吐出第一发吐息，灼热的魔岩瞬间将两人淹没。舅舅使用魔法防御硬扛下魔岩，拽起精灵高高抛向半空。梅贝露挥舞动神剑，将魔岩龙刺向精灵的尾巴牢牢禁锢。与此同时，舅舅加下大范围的雷击魔法给精灵充能，禁锢冰柱碎裂的同时，魔道具变身100米大砍刀，将魔岩龙一分为二。云散天晴，危机成功解除，而精灵也因为魔力用尽从空中跌落。舅舅吓了一跳，飞速冲上去，在半空中拽住了精灵的手。你拽他手干什么？按照套路，现在不应该是个公主抱吗？你倒是多抱抱人家呀！舅舅责怪精灵连飞起来的力量都用尽了，但精灵却笑着将他一起拽了下去。他慌了对吧？两个人十指相握，在空中下坠。精灵高喊着他们做到了。风太大，舅舅根本听不见，但看到的精灵都开心的哭了。舅舅突然伸手把精灵抱在了怀里，可惜这纯爱的气氛没能持续多久。舅舅突然闻着精灵的头发说有股焦味，精灵一听这还得了，立刻挣扎着让舅舅别闻了，结果就是双手从天上摔了下来。精灵还在抱怨，却见舅舅用瓶子吸收了魔岩龙残余的力量。精灵提醒他收集起来很危险，要是再让他复活和其他强大力量融合就不得了了。舅舅表示那就是他的目的。勇者学队跑过来问他们有没有事，梅贝尔拍拍舅舅的肩膀，一脸求夸赞的表情。他刚刚的助攻很不错吧？这不得表扬一下。舅舅难得坦诚了一次，如果是他一个人打倒魔岩龙可能要花4个月，到时候这附近可能已经成了受灾地区，所以能在这里快速结束都是大家的功劳。说着舅舅诚恳地向大家道谢，尤其是梅贝尔，不愧是冰之一族。艾莉西亚凑过去恭喜梅贝尔，然而梅贝尔这孩子一点都不经夸，突然大声说艾莉西亚也想被舅舅抱抱。舅舅以为艾莉西亚也想在天上飞，于是二话不说将勇者小队一起带上天玩举高高，丝毫没有注意到精灵黑沉的脸色。舅舅又为昨晚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向梅贝尔道谢，还又给了他一个戒指当做歌声的谢礼。精灵已经快要崩坏了，只能安慰自己，他和舅舅的关系早就不是戒指这个次元的了。但直男舅舅偏偏火上浇油，将自己的真名也告诉了梅贝尔和艾莉西亚。精灵气得小拳拳捶舅舅胸口，不小心捶出了放魔岩龙力量的小皮儿。在打倒龙的瞬间，舅舅看到两股力量相互碰撞下产生了时空扭曲，也就是说，只要把魔岩龙培育得更强，再用更强的攻击和他对仗，说不定就能打开时空通道，让他回归日本。结果精灵二话不说，抽起剑就要毁了瓶子。反正就是这样，他终于抓住了回到日本的线索。藤宫举手提问，舅舅之后是把那只魔岩龙培育得更强并且打倒才成功回到日本的吗？舅舅还没来得及回答，静雯突然摁住藤宫，追番要按照顺序来呀，从这往后还有整整14年的事。舅舅表示不碍事，因为他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单走，之后已经很少会有这样的桥段了。今天的剧情结束，舅舅请客去吃拉面。等一下，你们在路上擦肩而过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眼熟？告别藤宫，两个人回到家，静雯发现精灵记忆擅自打开了视频，他立刻跑去告诉舅舅，却被告知那之后舅舅的全部财产都被没收，并且关进了监狱。舅舅之后的异世界之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只能下一集再见了。